大家好，今天是11月10号。昨天比特币是又崩盘了14%，包括昨天晚上币安也是发了一则公告，现在是放弃收购那个 FTX 交易所。那至于比特币短期2天跌了25%，这个位置15000左右的一个低点，会不会是一个阶段性底部？我们等下用这一个我个人写的一个 U 通道的指标，猜底的一个指标，或者是等下再来跟大家聊一下。昨天是没有看到多底的 K 线，也是继续崩啊。那今天会不会看到一个多底的 K 线？如果是在这个位置，参考历史上，比如说疫情爆发，当天跌了40%的一个比特币，第二天它遇到多底，后续的买点我们要怎么去揣测？当然，现在是短期，其实还是非常的恐慌。那我也是跟大家讲，2万的计划抄的一些比特币，包括一些朋友的一个资金，目前也是在输钱啊，包括我个人也是在输钱。所以观点如果有错的情况下，大家也可以先不看啊，或者是休息一段时间，因为有时候观点确实也不一定会就是100%准确哦。那我不然今天再来跟大家聊一下周线，它其实 MACD 也是在背离，或者是 KD 也是在背离。如果是多方的主力，它在这个位置整个区间破下去，下一步能不能回到18000是一个关键点啊？这个18000到底要怎么去参考？比特币当时在历史最高位的时候是一个陷阱的位置，那个图形要怎么来比对啊？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币安 OK 返用20%，或者新的邮箱注册 OK 跟 Bybit 不用认证啊。我们看一下就币安的一则公告，3个小时之前嘛，由于公司尽职调查以及有关客户资金处理不当和涉嫌美国机构调查的最新新闻报道，币安现在是放弃收购 FTX 交易所。那靴子能不能落地啊？因为利空已经是几天了，包括昨天的 FTD 是继续在暴跌啊。我们可以看一下，昨天一度还有反弹到6块钱，现在是又跌到都已经来到2块钱了。像这个 SOL 昨天，Solana 昨天也是崩盘，所以有些币种短期就先不碰嘛，还是以主流的大市值的币种为主。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就这一个比特币，它现在是把这个很大的一个矩形给它破掉。昨天是有在观察到底能不能守住这一个矩形的低点，但是没想到现在是破的话，我们要去留意一下。其实现在这一个破位的这个18000是很关键啊，就是下一步观察一下，它如果是破矩形，是不是要回一次矩形去确认？因为短期跌幅确实是有一点深，也不排除短线会不会有反弹的动作。那我们就要观察，昨天是没有收多方抵抗的 K 线，那今天这一根出来之后，今天能不能收在这个实体里面？因为按照这种大量的恐慌的下跌，历史上几个比如说崩盘的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去年的5月份，当时也是从6万下来以后，在这一根的时候，第二根是遇到一个多方的抵抗，这种是一个插入线啊，也可以看成一个拇指线。然后我们现在先观察的就是重点，它能不能赶快收出一根多方抵抗？那有可能就是在告诉全市场，类似这种，我这个位置有可能会阶段性会遇到一个目标位，或者是多方的一个支撑位。然后后续你看到这种 K 线的时候，也不要去追，再看一下还有没有压回的低点，或者这种压回的低点，就类似这个位置也是一样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6月份的时候，其实这2根出来的时候，也是一直在跟大家判断，看能不能去抄底啊。就是类似这种 K 线，它在跌下去以后，后面有一个多方的吞没它也是遇到一个多底，就是如果是有再上去的时候，先不要追，你再观察一下有没有2次压回。那另外我们看一下我个人预测的一个，就是因为之前的一些抄底的位置也是都是用这个 U 通道来观察，比如说当时6月份的时候，它这边也是破了我这一条绿色的一个线，但是来到这一条最绿色的这条线的时候，一般接近这个位置的时候，有可能都会出阶段性的一个底部的一个位置啊。当时是在2万左右啊。那我们这一次观察一下，它前面是来到21000的时候，也是没想到2万最终这个位置也是破的话，那黑天鹅事件其实也不好预测。现在是低点已经来到，把这一条绿色破掉，已经来到这个下轨的位置，很接近。其实这个位置大约是在15000附近啊，所以我的观点是，
如果它再下去，你去观察一下15000，有可能也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会不会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低点啊？先观察一下，因为毕竟短期，我的观点是这个位置确实是非常的恐慌。那如果是能遇到多底，我们尽量观察一下它多方抵抗以后如果是上去如果是挑战不过去这个18000，还有一种情况，万一是真的挑战了这个18000呢？真的挑战18000，那我要跟大家讲一下，有可能这边就是一个空方陷阱，挖坑让很多散户去跳。之前在69000的时候，很多朋友是记得很清楚，当时是在这个位置带大家做空嘛，就这一个区间，这个区间它突破以后就不应该再回到这个区间，后面是再一次要上去确认，但是最终也放不过这一个区间。我们画标准一点嘛，就是这一个区间。你整理到位以后突破，你就不应该再回到这个区间，而且是再一次反上去的时候过不去，最终是一路崩。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一个矩形到底能不能给我翻上去。当然它如果翻不上去，短期你就先观察吧，它在这个位置能不能筑出一个底部的区间，就类似这种崩下去以后能不能在这个位置筑出一个底部的区间。因为但凡大崩盘的时候，我们再来观察一下，比如说疫情爆发的时候，其实它也有2次回踩确认的一个买点的位置。比如说疫情爆发的时候，这个单根是跌了40%几啊，然后第二根遇到一个多方抵抗，就是它这个实体能收在这一根暴跌实体的里面，后面是再压回，再给了一次确认的买点。所以现在的一个走势就是这样子，先观察它到底能不能多底，会不会遇到一个多方的抵抗。那另外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周线，周线其实很多指标现在是已经背离非常的明显啊，比如说这一个 KD 指标昨天已经有讲到啊，破低点，那这一个指标已经是比这个前面6月份的这个指标要高啊，所以现在是周线里面指标有背离啊，对长线的一些投资者，其实这种位置我感觉也是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机会，或者是 MACD 指标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就是价格在破底 ，MACD 指标也没有破底啊，所以周线有背离的话，就不要在这个位置再恐慌，有可能会出转折啊。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